拍吉他系列的节目以来，我访问过非常多的吉他手跟音乐人，但有一位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。在我开始我的吉他生涯前，他就已经被称作是台湾之光跟吉他天才，年纪轻轻就拿下世界上许多吉他大赛的冠军。他就是来自台湾的古典吉他演奏家林家伟。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家伟老师来上这个节目，你很紧张吗？我觉得蛮紧张的，因为我平常不太面对这样子的场合，这样子真的，对，我很少有机会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访谈，这样。以大概国中、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最常看有2个节目，一个叫我猜 ，OK， 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综艺大哥大。对，那刚好那个时期吧，就是刚好在电视上看到老师上了节目弹演奏曲这样子，看的老师的那个节目就哇。古典吉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。对，那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报章杂志或者是电视，大家称作吉他天才也好，或者台湾之光也好，在10几岁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头衔在嘛。我其实一直很好奇，到底是怎么成为这样子的人。我一开始在学的时候是我4岁的时候，对，那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啊，因为我爸爸他以前学过吉他，然后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家里拿起来弹，那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就是终于跟他开口说，爸爸这是什么东西？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吉他，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一个乐器，就是很直觉的认为说它是一个可以发出很好听的声音的东西。对，我就这样开口。那我爸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教我弹吉他。对，那他其实也没有想说要把我栽培到像现在这样得过这么多奖，然后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被大家认识的这样子的程度。他就只是说想说，他这是就是纯粹的，对，纯粹的是把自己会的东西交给我这样子，那就就是没有想到，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学习下来，就是到今天这个阶段这样子。讲到这个，就是其实可以讲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，在台中有一场演奏会，台下有一个人他发现了我，对，他是廖陆力廖董事长，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听音乐的企业家，那就是想说，怎么没有看过这个人？因为我坐在前面，我最明显嘛，对，他就是觉得说很好奇，对，那就是因为这场演奏会我们就认识。因为他后来就是跑到后台来找我这样子，当下就是鼓起勇气直接跟他开口说，董事长，我想要出国留学，那这个以后就是我想要以后当一个古典吉他演奏家，我这样的一个梦想，但是因为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，可不可以请董事长帮这个忙？对，让这个董事长他听到之后，他就直接跟我说：“好，那家伟，你过几天之后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们来好好的谈这件事情，关于留学这一方面。”廖董事长他对我来说就是值得我用一辈子感谢他的一个贵人啊。对，就是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没有他当时这样子提携，就不会有这样的我，因为就没有办法在国外学习。你在国外的那段时间，就是也参加了非常多比赛嘛？对，那些比赛对你有造成什么影响吗？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大家对你这个人就是产生好奇心这样子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让这个国际舞台上大家看到我，然后大家知道我是来自台湾这样子。你那个时候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练琴？其实要看啊，因为有时候上课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练比较久。那如果说一个礼拜平均就是7天平均下来的话，大概5个6个小时吧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比如说像你在世界这样绕了一圈，你再回来台湾，你觉得现在国外整个对古典吉他的这个整个市场也好，或者是他们的看待古典吉他这件事情，跟在台湾你觉得差别是什么？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因为其实在国外吉他也是比较偏弱势的一个乐器，对。但是因为他们人口很多，对，他们人口很多，对，人口基数的关系，所以他那个吉他人口多的话，自然跟台湾会比较，就有差。国外他们的这种活动很多，我在德国大概1年就有超过10个就是吉他的
活动。我讲的是古典吉他，就比方说像团队好了，对他们团队可能就是每年或是每2年就会办一次这种很大型的活动，尤其在国外，他们是非常努力去邀请在国际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啊，就是教授啊，或者是制琴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东西。对，在台湾的话就非常困难。我其实是很羡慕你可以体验这一切的，对，因为对每一个弹吉他，不管是古典吉他好了，或是什么民谣吉他，就是电吉他，你弹吉他的人，你一定都会很想要参与像这样子的盛会，你可以看到那么多不同的音乐人这样子交流，这样，然后也不分种族、不分语言嘛，对，就是纯粹的吉他的对话，这对我来说是哇，超级梦幻的一件事情。你也在卫武营这边开过自己的演奏会吗？对，那在这边演出的感觉怎么样？很棒。音乐厅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它非常现代，比方说什么它的反射板啊，或者是就是舞台的背后啊、两侧啊，它都是有特别经过设计，你几乎不用加任何的扩音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表演场所，就是对于古典吉他这一块。是像这次这个节目，我们就是到了不同台湾各个场馆做取样的这个空间的取样，包括北流啊、卫武营、高流。两厅院，对，还有台中歌剧院。之后我们都会做一系列的这个空间的取样，让全世界的人去使用这个技术，然后可以感受到在各个场馆听老师演奏的感觉，这样子。破坏是重建的开始，斩断内心的恶魔，让一切回归平静。聆听内心的声音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TMC IR 2.0资源包开放下载中。我们来聊一下这把琴吧。是我在国中的时候，我去泰国比赛，然后得到的琴，这样子。他们其实是制琴师赞助这个比赛，这一支是日本琴，它是日本的制琴师做的。讲起来是蛮有趣的啊。当时我在泰国的这场比赛，我是拿到第2名，但是这把吉他是第1名的奖品。所以第1名从缺。第一名从缺，但是你是第2名。对，但是他们把这一支第1名的奖品给了我。哇，有这种事？对，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件事情。对，通常比赛来说，我们这种古典音乐比赛有时候是会有第1名从缺的状况，他们就是认为说，就是来参加比赛的人，虽然你弹得最好，但是你的水准还没有在我们要求的那个水准里面。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就变成说，我们只有第2名是成绩最高，但是我们不给第1名。对，那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把这个奖品，第1名的奖品给我，这样子。哇，这么有趣哦，这么严格。对，这个就是国际比赛啊。对，因为他们请的这个艺术家，就是音乐家、吉他教授，都是一些国际上非常受欢迎的，所以自然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评分的这个标准就放得很高啊。
今天其实算是你第一次接触到 IR 这个取样的技术。对，那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今天演奏的是一个巴拉圭的作曲家，他叫Agustin Barrios Mangole， 他的一首音乐叫《大教堂》。其实吉他这个乐器的音色是很多变的，对。那我觉得用这个曲子把这个音色展现出来之后，再套用 IR 这个技术，会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知道这个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子一个技术，所以说你透过这样子一个有点像在套用公式一样，你弹的东西去套用在某个场地、某个场馆，对，然后透过它的这个数据吧，对，去数据去做套用，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好玩的，对，就是我弹的，比方说，我明明是弹古典音乐的，但是我今天是用这个套用这个小巨蛋好了，对，像有点类似这样，我现在在小巨蛋演奏的感觉是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件事情。你在2014拿到了进入这个纽约这个对，就是这个入场券嘛，就是在这边开演奏会，然后也有包括维也纳的那个对维也纳音乐厅，对，就是这个应该是演奏家就是最高殿堂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对，直接讲就是这个样子，对，那什么感觉啊？在那边演出的感受，就是你知道台北有分大厅小厅嘛？那个卡内基音乐厅也是有分大厅跟小厅，我们是在小厅，那宽度不宽，然后但其实蛮深的，对，但是它其实声音是可以传到很后面，音响效果非常好，我觉得很享受啊，我觉得很享受，对，因为好，比如说在台湾，我们乐团顶多就是在小巨蛋演出过，对，因为大巨蛋还没盖好嘛，那如果未来可能有机会去，但现在就是小巨蛋嘛，对，我其实一直很想了解，因为每一个吉他手弹出来同样的曲子是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嘛？你是怎么去想你的演奏？我觉得应该说对于每个音乐家来说，他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我的话，我是先看这个作曲家是谁。比方说，我今天弹贝多芬的音乐好了，假设我没有听过这个作曲家，我没有听过他写的音乐的话，我就是先去找很多他的音乐。我先了解这个人是谁，然后他写的音乐是什么样子。这其实就是等于是做事前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这功课这样子啦，就是你要先去了解他，然后再来就是看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。比方说他是为了什么写下这首音乐。好，那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可能音乐家在写，他们是在某种契机之下，或者是他们的灵感是突然有一件事情让他产生了这样子的灵感，然后就是写下了这首音乐。所以就是先了解这个作曲家，然后再了解这个人的作曲的背景。对，之后好，那我们再来开始看乐谱啊，然后去学习，然后去分析它是什么地方是可以做些什么样的音乐内容，差不多流程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古典音乐是比较死板一点，就是在乐谱上看到什么我们就弹什么音出来。是，对，那这个是我们跟流行音乐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对，所以其实以我自己举例来讲，你叫我即兴，我大概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太出来。对，我另外再补充一个 ，OK， 我自己的想法好了，就是说，流行音乐我觉得它的寿命其实没有那么长的，有很多很多红极一时的歌，但它其实不一定在100年后、200年后它留得下来。但古典音乐就是那些 masterpiece。就是每一首都是，它可以，你就算100年后再听贝多芬，你200年后再听贝多芬，就是你那个感受，我觉得还是，当然我们自己在做创作，我们还是很希望是你可以流传千古的这个方式嘛，对啊，那我觉得古典音乐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传承者，就是一个把这样子的精神，或者是它那样子的 masterpiece， 它是一个接棒，就是一直可以接下去，让这样子的音乐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对的音乐家。对，我觉得不管是古典或是流行音乐，就是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因为就算是古典音乐作曲家，他当下在作曲的时候，他不能保证说他的作品会流传千古这样子。是，对，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叫classical 就是音乐，那就是除了古典之外，它就是本身就有
经典的意思，那就是因为他的音乐经典，所以才可以流传这么久。那但是我觉得，其实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身在像现在的时代，其实要保存这些音乐是相对容易的啦。对对。那当然在国外或是在比较早期的这个音乐里面，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作品是没有办法被大家记住的留下来。虽然身为作曲家，但是他们可能一辈子过得穷途潦倒，我认为也是很讲机缘的。对对对。今天非常谢谢嘉伟来接受我们这个访谈。谢谢。真的今天看到你弹，不管是演奏也好，或是今天聊那么多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就是觉得小时候这样从电视上这样看到你。然后到从世界各地这样子把那么多奖杯带回来台湾，然后就现在我们可以这样面对面聊天聊这么多事情。如果用一段话来总结你现在的整个心路历程好了，你是怎么看待你现在的生涯？现在在这个阶段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总结这样？其实我的目标还不算少，这样子，而且有分比较多方面的这样子。那除了我自己是想要当一个就是演奏家之外，然后我觉得我也有一方面是我想要，因为我现在年纪也不是个出去比赛我都是年纪最小的那一种了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就是有一部分的想法是想要栽培后进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如果有出现的那个人才的话，就去努力的培育他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当然是要遇得到才有这样子的，才有这个机会这样。如果大概，如果我们还可以再活个可能60年或者70年这样，反正就是路还很久，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继续一起努力这样子，然后让台湾就是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人去学习吉他这个乐器，然后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。对，希望大家多多认识吉他，不管是流行音乐的还是古典音乐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认识这个非常美妙的乐器。对，好，再次谢谢嘉伟。好，谢谢怡园，非常谢谢你的邀请，非常开心。谢谢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就记得在下面留言。我们今天这集会抽出几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婉玲乐器赞助的吉他弦，然后也非常感谢高雄卫武营借我们这个场地拍摄，能在这个空间拍摄，可以听到这么大的 reverb， 这很响亮的一个声音，对，非常感谢卫武营借我们场地拍摄，然后再一次谢谢嘉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，别忘了接下来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各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